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真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再打開旁邊小鈴鐺，這樣每次有新影片，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也幫我按個讚，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謝謝大家。我們現在正式開始。好，我們今天呢要來聊一本非常特別的書，書名叫做 Seminal。你聽到精子這個詞，可能會覺得，這不就是國中生物課本裡的東西嗎？但相信我，這本書會完全顛覆你的想象。它告訴我們，這個小小的細胞其實是解開當代性別、健康，甚至是整個國家政治角力的一把關鍵鑰匙。好，那一開始我們就直接切入重點啦。為什麼我們需要這麼嚴肅的來聊精子這個話題？你可能會想，不就是那個在顯微鏡底下游來游去的細胞嗎？有什麼好談的？但這恰好就是這本書要挑戰的觀點。他提出一個直擊核心的問題：在這個什麼事情都可以跟政治扯上邊的時代，我們真的有搞懂精子是什麼嗎？它不只是關乎生小孩，它更像是一面稜鏡，折射出我們社會裡頭關於權力、性別還有健康的各種明爭暗鬥。這場分析就是要帶你從各種不同的角度看透這面稜鏡。所以，這本這麼有意思的書到底是怎麼來的呢？它的誕生故事本身就像一場意想不到的跨界合作。這一切的開頭要從3個可以說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專家說起，他們在自己各自的專業領域裡都不約而同地撞上了一堵看不見的牆，而這堵牆的名字就叫做精子。接下來我們來看看究竟是哪3位關鍵人物，竟然會湊在一起想解決這個大難題。這就是這本書最酷的地方。你看這3位主編的背景一位是耶魯大學的社會學教授，每天都在研究社會結構、性別權利這些議題；一位是生物倫理學家，專門在思考醫療科技的道德界限在哪裡；而第3位你可能想不到，是一位南加大的婦產科醫生，每天面對的都是女性的生殖健康問題。一個研究社會的，一個思考倫理的，一個專門看女性的，這3個人竟然都發現了一個很驚人的盲點：整個社會對於佔了生育一半責任的男性生殖健康，尤其是精子，幾乎可以說是視而不見。這個發現也讓他們意識到，這個問題再不拿出來好好談，恐怕就要出大事了。OK， 那有了這個超跨界的想法之後呢，他們沒有選擇自己關起門來寫書，正好相反，他們決定點燃一場思想的風暴，廣發英雄帖，邀請各路高手一起來激盪。這不只是一次普通的合作，它更像是一場知識界的華山論劍。他們設計了一個非常有創意的4步驟流程，我覺得這招真的很高明。第一步，他們在耶魯大學召集了35位頂尖專家，你可以想象那個畫面，法律、醫學、社會科學界最頂尖的大腦都坐在同一個房間裡。第二步，他們出了一個超有挑戰性的題目，給你1000字，回答在精子、健康跟政治的交叉點上，當今美國最迫切的議題是什麼？這就像一場現實的申論題大賽。第3步也是最關鍵的一步，他們花了1整天面對面高強度的互相攻擊彼此的文章，互相辯論、質疑、打磨，最後才把這些浴火重生後的觀點集結成書。這個過程就確保了書裡面的每一個字都像是經過壓力測試一樣，非常非常的扎實。這句話可以說是解開這整本書核心思想的一把鑰匙。很多人可能會以為找這麼多專家來就是要找出一個標準答案，但他們的目標恰恰相反。共同主編 Renee Amin 就說，我們的目標不是達成共識，而是要凸顯思考精子議題的各種不同方式。這句話就點出了整本書的精神。他們要給你的不是一張清楚的地圖，而是一座萬花筒。每一次轉動，你都可以看到一個由不同觀點組成的既複雜又美麗的全新圖案。好，那經過這麼一番折騰，這個思想的萬花筒到底轉出了什麼樣的風景呢？結果就是一本涵蓋範圍極廣、觀點極其多元的著作，就像我們剛剛講的，一個真正的思想萬花筒。書裡面提出一個我覺得超有洞見的核心觀點。他說我們要看懂精子，得準備2副眼鏡。
第一副是生物學眼鏡，戴上它，你看到的就是一個攜帶 DNA 的細胞，是生育能力的指標，很單純。但更重要的是第二副社會學眼鏡，當你戴上它，精子瞬間變成了一個充滿象徵意義的符號，它代表了男性氣概，牽動着性別政治，甚至在法庭上都有它特殊的法律地位。這本書就是要告訴我們，如果你只戴着第一副眼鏡，那你看到的精子就像是只看見冰山的一角，完全忽略了水面下那巨大而複雜的社會結構。為了讓大家實際感受一下這個萬花筒轉起來有多麼五花八門，我們來看看書裡頭到底聊了哪些主題。它的範圍真的超乎想象，從非常科幻的，像是科學家怎麼在實驗室裡製造精子，到非常貼近我們生活的，比如男性避孕藥的最新進展。它也深入人的內心，探討男性在面對不孕時的心理創傷，以及我們該如何保障跨性別者的生育權。甚至他還敢於觸碰最敏感的神經，像是精子銀行的倫理爭議，以及潛藏在現代優生學背後的陰影。你看，從科技、心理到倫理，這些主題的廣度完全打破了我們過去對精子這個詞的單純想象。OK， 在這麼多精彩的議題裡面，有一個角落，我覺得特別值得我們停下來好好的看一下，因為它長期以來被我們整個社會集體忽略了。那就是當一個男人被告知他不孕的時候，他的內心世界到底正在經歷一場什麼樣的風暴？很多人可能都覺得，哎呀，男生嘛，神經大條，哪會去管這種事？但書裡有一位醫生叫 David Bell， 他就提出完全相反的觀察。他說，年輕男性其實非常關心他們的精子健康，這句話很重要。他發現，當一個年輕人開始問我的精子健康嗎的時候，這其實不只是一個醫學問題，它更像是一把鑰匙，打開了通往更深層次對話的大門。關於責任感，關於親密關係，以及關於他如何想象自己未來的角色。好，為了讓你更有感，我們先來看一個數字。一個很關鍵的數字，在所有不孕的伴侶當中，純粹由男性因素或是男女雙方共同因素所導致的比例，你猜猜看佔了多少？答案是將近 50%。這是一個非常驚人的比例，它用最直接的數據告訴我們，生育這件事從來都不只是女生的事。好，請你記得剛剛那個 50%。接下來我們來看另一個數字，一個會讓你覺得有點傻眼的數字。它跟剛剛的 50% 形成了一個強烈的對比，小於 5%。在整個生殖醫學領域裡面，能夠提供心理健康支持的專業人士中，男性竟然不到 5%。你把這兩個數字放在一起看，一半的問題出在男性身上，但是能夠真正同理並且提供專業支持的男性專家卻少得不成比例。這中間的巨大鴻溝，意味着有成千上萬的男性正在獨自承受着難以言說的心理壓力。他們環顧四周，卻找不到一個可以傾訴的對象。好，那這就帶出了一個更深的問題了。為什麼一個看似單純的健康話題，在今天會突然變得這麼有急迫性？答案是，它已經不知不覺地被捲入了當前法律與政治的風暴中心，而且正處於風眼的位置。我們快速拉一條時間線，你就知道發生什麼事了。在1973年，美國最高法院透過一個歷史性的判決，叫做羅訴韋德案，確立了女性的墮胎權。這基本上等於是為我的身體我做主這句話提供了憲法等級的保障。但是在將近50年後的2022年，另一個叫做多布斯案的判決，像一顆炸彈一樣，直接把過去的基礎給推翻了。這個轉變最可怕的地方在於，它不只是影響墮胎，它等於是動搖了整個個人有權為自己的身體做決定的法律地基。地基一動搖，上面所有的建築，包括生育、避孕等等所有相關的議題，都變得岌岌可危。這本書的主編 Renee 阿明，他自己就用了一句很沉重，甚至帶點悲傷的話來形容這種轉變。他說，這本書感覺像是誕生在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你可以想象那種感覺，當他們剛開始構思這本書的時候，身體自主權還是一個大家認為理所當然的法律概念，就像空氣一樣。但是等到書版出版的時候，空氣突然變得稀薄了，這個權利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脅。這也使得書中原本看似學術的每一個討論，都立刻帶上了強烈的政治火藥味。那在這種新的政治現實底下，書裡另一位作者 Crystal Littlejohn 他就提出了一個很深刻的提醒。他說，生殖正義這個概念最初是由資源最少的黑人女性運動者提出來的，它就像一個專為他們打造的防護罩，用來保護他們最基本的生育權益。現在，當我們想把這個防護罩擴大，讓它也能保護男性或跨性別者的時候，我們必須非常小心。這就像修改一件精密的盔甲，你不能為了讓更多人穿，就隨便拆掉重要的零件，結果反而讓原本最需要保護的人暴露在危險之中。我們必須確保每一次的擴大都是讓正義的保護力更強，而不是被稀釋掉了。好，講到這裡，我們把前面提到的學術、心理還有政治這幾個層面全部串起來，你應該就很清楚了，為什麼一場關於精子的對話，在今天的世界竟然會變得如此至關重要。所以這就是我們這場分析最終的結論。當我們開始認真討論精子的時候，我們討論的早就不只是一個生物細胞那麼簡單，我們其實是在透過這個小小的細胞去追問我們這個時代最宏大的問題：什麼是公平？我們如何定義性別？以及我們到底想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平等社會？精子因此成為了一面獨特的稜鏡，讓我們能透視這些最根本的問題。最後，我想留給大家一個需要我們所有人一起思考的問題：在一個連"我的身體我做主"這句話都需要被重新捍衛的時代，如果我們換一個鏡頭，不再只從卵子的角度，而是也從精子的視角來審視生育這件事，那麼會有哪些全新的責任和權利會因此浮現出來？這個問題沒有標準答案，但它將是我們未來社會無法回避的挑戰。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第一，理解精子必須戴上生物學和社會學兩副眼鏡才能看到全貌。第二，男性在生育過程中的心理健康是個巨大的社會盲點，急需更多的關注和支持。第三，在法律巨變的當下，公開討論精子已經不再只是健康議題，而是捍衛生殖正義和身體自主權不可或缺的一環。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